大家好呀，我是云飞。你们对于小米手表 S3的详细测评真的是非常期待，这不，我也是尽了我自己最快的速度来给大家呈现了。主要是我想等我的小米14到手里再给大家展示全面一点的功能，毕竟它是有联动的。那么它实际表现怎么样呢？其他功能具体如何呢？点下头皮搜查。那我们开始。首先还是回答大家最关心的问题：手表 S3是否可以回复微信？就目前来说是不可以的。现在还是只能同步手机的信息，给大家简单看一下这个功能。我来为大家演示一下小米手表 S3它接收到信息的一个情况啊。那它是会震动一下，然后我们抬手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然后它是可以点击进去，大家这里点进去，它只能这样子。然后假如说我们发送了一张图片过去，它也是先震动，然后我们是看不了的，它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假如说是短信的话，好，短信是这样子，就一个正常手表的一个表现吧，它没有其他的功能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它最长能有多长的一个文字显示。好，震动了，我们打开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它是可以显示这么多一个内容的，对大家来说肯定是足够的啊。至于独立 eSIM 功能，我目前没有借到 eSIM 版本的，目前没有办法给大家测试。这个有需求的建议再等等。目前 eSIM 感觉阻碍会比较多，不是很方便。而语音通话在这个方面也有比较大的感知作用。手机放在附近的时候，可以直接使用手表来临时接听一下电话，或者说你在骑行的时候也可以直接使用。如果有人打电话过来，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手表进行接听。就比如说现在我接听，它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啊，这边它是可以选这些。至于通话的质量，我要给大家演示一下。比如说现在我们随便拨通一个朋友的电话，在这里我们就可以选择手表 S3， 然后在这边，喂，你现在听我的这个质量怎么样？听你的声音质量还可以。还可以。行，你说说话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中国移动10086官方客服。这款手表 S3是可以直接连接耳机使用的，要如何使用？实际的体验是怎么样呢？我们到设置，蓝牙耳机，好，打开这样子，好，已经重置了，我们来重新搜索。那我们就搜到了Redmi85，那这就连接上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和正常手机一样来进行听了。但是它只有一个简单的功能啊，就是一个断开连接和取消配对。连接上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使用手表的音乐来进行播放。我这里就导入了夜曲，这些都是可以的。刚才是手表本地音乐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网易云它是如何下载歌曲的。我们登录了网易云之后，可以在我喜欢这里，但是它这个速度是比较慢的，因为它是采用蓝牙传输嘛。那这里有一个加号，但是实际上很难用啊。你看，都是下载失败3无版权，而且我是 VIP 啊，所以这个本地歌曲至少在网易云这一块它是没有什么用的。你可以在 APP 里面导入你下载好的本地歌曲。好，这个是可以的，终于是有一首是可以的了啊！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直接在小米运动健康的设备里面，然后这有一个音乐，我们在这里导入我们自己下载好的歌曲，就会稍微有一点点麻烦，你需要在手机上先下载好，然后再导入到这个手表里面。它手表的空间是有2个 GB 的，至少是给了你一个选项吧。手表表盘方面，我在上一期视频里面说错了，小米手表 S3是47毫米的尺寸。我在这几天使用中还发现了一个不错的表盘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息屏转换的一个效果，我个人是挺喜欢的。这个胶质的表盘在我看来是挺不错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就是它这个动画切换的效果非常不错。然后还有大家提到过的指针扫描，
这个还是非常舒服的啊，大家可以刷新率很高啊，这也是我比较喜欢它的一个原因所在啊。就这回的它这个表盘确实非常不错，而且你看这一款是它配套的嘛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特别是它这个指针的绿色，在网上看它就有一种那个荧光的那种感觉啊，非常不错。我们可以进去来看一下这些表盘的一个效果啊。我个人觉得小米这次的这些表盘质量都是挺高的，它这一款是没有动效的，切换到有动效的来看一下，你看里面这个，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日食的反倒不明显，就我感觉没有想的那么好看，它这个太简单了，你看它就是一个晕开的感觉，你可以看一下。我个人感觉一般啊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模仿陀飞轮的这个表盘啊，它要是能动起来就好了。它目前的是 1.0 啊，这个是支持月相的，质感还可以。这个指针的效果是非常棒的啊！来，大家仔细的看，然后效果的话，它这个样式，那个指针是有阴影的，这个颜色搭配我也觉得非常的运动啊！来看一下细屏。然后这个是星际漫步 S1， 它这个动效是里面动静比较大的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但我觉得如果真要做动效的话，还不如把那个陀飞轮的那些轮子都给我动起来，我觉得那样更酷一点。那这是赛道的表盘，整体来说它这个显示效果是非常好的啊。大家可以仔细的看，它是有这个阴影效果的啊。然后它有很多种配色，橙色、绿色，看一下效果。然后也有一些表盘，它是具有这个直接的功能的，就可以点击就可以直达。好，看一下它的细屏，编辑。可以把它换成这些东西。我感觉表盘这一块可能我们得在外观上，官方肯定是已经非常足够了啊。但是如果在这个效果上，就比如说咱们比较喜欢的这个动效，我们也不管它这个耗电怎么样，对吧？我们只需要它足够的酷，足够的好，那就比如说这种，然后动静大一点，我觉得还得等民间的，或者说官方什么时候能出一个，像这个如果3个都能动的话，那绝对是非常帅的啊。好，表盘这一块我们就到这儿。你看它其实有不动的版本和动的版本，我是喜欢动一点的，建议大家买银色的一个版本。我这款黑色的，在和我的这个手串戴一只手的情况下，已经出现了局部轻微的掉漆。这个手是一直戴这个串的，它是因为摩擦掉了一点点漆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。这一块，它里面的底是这个银色的，这块是掉了一点漆，其他部分是没有的。所以说担心掉漆的小伙伴，你应该去购买这个银色的版本，应该是不掉漆的，因为它掉了也就那样嘛，对吧？
如果你最近刚好要购买数码产品，可以在拼多多百亿补贴瞧一瞧看一看。现在拼多多百亿补贴、双11大促、狂撒超大额券包，数码爆品直降到底，超低价，省下的全是真金白银。打开拼多多搜索88400，点击图片或者点击评论区链接直达活动会场。像今年的性价比首选，持续卖爆的红米12 Turbo， 最低只要1371，自己用或者送长辈都是非常推荐的。红米 Note 13 Pro 加12+512到手只要1720，这个价位拍照的最好选择。摄影旗舰小米13 Pro 12+512到手只要4334，比官网便宜了1656元。这个价位浮动长焦拍微距真的是非常香。最新上市的 iPhone 15只要4948元，比官网便宜了整整1051元。全系更是至高直降2100多，不仅 iPhone， 像小米14、华为 Mate 60百亿补贴也都有好价，而且所有百亿补贴商品承诺假一赔10，还有品质险保障。双11有什么想要购买的，不妨来比比价。同样的数码产品，能省几百甚至几千。然后就是和小米14新系统的一个交互，就是小米详情页里面提到过的焦点信息提醒，我来为大家演示一下。我们就来试一下这个美团外卖的。它这个具体表现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方式？它现在适配了美团外卖，还有高德地图，而且只是一个高德地图打车的功能啊。我们来试一下，已经有一个这个界面了。我们来看看手表上面它会不会显示啊？按道理来说，它现在应该是已经可以了呀，是不是？这里要选择美团呢？它是在哪里出现呢？出现了。那它是现在有了一个通知，确实是有的，它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效果，它就是自己弹出来的嘛，就是上面这个信息还是挺不错的，就是有点玄学。它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，它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啊，就是它每到一个阶段，它手机会亮一下，手表会震动一下。这点体验还可以，挺不错的。就是现在它到终点了嘛，骑手已到店。那这里也是骑手已到店，它这个进度条是会走的。而至于在控制中心占那么大一块的多端联动，我目前新的小米14手机和家里人米家设备暂时都没有办法和它通信，所以这块感觉就是没有画完的大饼，期待后面的一个表现吧。到时候再跟大家出视频来讲解。或者是我没有搞明白如何使用。关于语音助手，它是需要连接手机使用的，就是说手机是需要连接手表它才可以使用，它并不是那个所谓的离线的。就比如说我现在把蓝牙给关了，你看蓝牙给开了，这不就行了？所以不要听别人说啊，它是什么离线的。它是需要连接手机的啊。上期视频应用商店没有更新，现在已经有了部分 APP，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目前有的这几款 APP。我个人感觉就速度华容道和航旅纵横可能作用会大一些。然后我们把目前应用商店的所有应用都下载到我们的手表上面，然后一会儿我们来一个个仔细的看一看具体应该如何用啊。来看这个应该是航旅纵横，立即绑定，打开航旅纵横。我没有这个行程，所以在这个上面看不到，这个就略过。但我觉得应该它是比较有用的一个东西啊。最美天气，手机上面我已经下载好了，我点击进入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这个湿度、南风、微风，然后小时天气。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它这个手表自带的不香吗？这个弹动，这个 APP 我想知道一下有多少人用。可以说一下你们的这个需求啊。凤凰 FM 啊，这个是有点用的。国际快报嘛。洗手时力度和速度同样重要，尽管洗手是。然后，滴答清单，这个要保持手机端的这个滴答清单在线，我觉得还是用手机的日程会好一些。然后这个万年历。它就可能就是多一个这个东西，它也是有那么一点点用，但是用处不大。所以说本次更新的这些 APP， 我个人认为啊，航旅纵横有用，凤凰 FM 有用，然后这个速度华容道也可以有用。
睡眠方面，对比佳明在时间长度上是准确的，但是在清醒时间方面依然是比较一般。但午休的休息是可以比较准确的识别出来，这点是非常不错的。续航方面，我在这几天的正常使用里面，开启全部的自动检测功能，开启气密显示，关闭了运动检测。今天是10月29号的晚上11点多，然后它的电量是69%。今天是11月1号的早上8点，然后它电量是23%。一天正常使用下来应该是23%的电，正常应该用5天的续航。目前作为这种大号手环产品来说，算是正常表现吧。体验下来换手机连接，目前也倒是非常方便，直接手表点击连接新手机即可，非常不错。老功能了，华米在的时候它的老功能就是连接新手机。目前来说，直接点击这个连接新手机，它会显示会断开当前连接，不会更换账号，也不会丢失，是否继续。好，正好也来试一下。下好了小米运动健康，来看一下它有什么区别。这里直接会有一个配对的一个弹窗，配对成功。然后来看一下 APP 上会有什么区别啊？它显示是已经连接的，但是这边它是已断开，好奇怪。设备连接成功啊，要刷新一下。就是说它并没有那么 OK 啊，它有表盘时长功能，这边是少了非常多的，没有那个音乐，它本来不是可以导入音乐的吗？它这边是没有的，第三方 APP 下载也没有，那其他的应该是一样的。接下来就是它的心率和血氧准确度的问题，我们还是和血氧仪一起来做一下对比，看看它的准确度如何。是比较接近的啊，然后我再准备运动一下，来看一下它的差别啊。现在我已经运动过一波了，来看一下我的心率表现啊。可以看到实际现在我的心率哎呀，它这个反应还是挺快的嘛，比小米手环8 Pro 快了很多呀。小米手环8 Pro 它这个心率的，它这反馈的速度会慢一些。它这个我感觉还是挺靠谱的啊，在心率这一块是 OK 的，误差应该是2左右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血氧，血氧我感觉它是需要测20秒钟。血氧100%，应该也差不多，因为我现在是血氧仪测试的结果是99%，我们再来测试一次，看一下结果啊。可以。所以在心率和血氧上面，你是可以比较信任它的啊，还是可以的。运动方面，我们也来和佳明看看它的实际表现，直接就不连接手机，我们来看看它的收心情况。我们今天就选择骑行吧，我们在常州骑一段距离，来看看它的这个 GPS 的精度是怎么样，然后看一下在没有连接手机的情况下，它是如何给我们一个数据的呈现。这个还挺快的嘛，它会有一个语音提示。然后佳明的我们也开始，哇，佳明的这个速度真快呀，直接秒收心，8000块钱就是屌。然后我们实际运动几圈，来看看具体的效果如何。好，现在是跑了36分钟啊，刚才不小心摁到了暂停键，那我们现在就先结束一下。36分钟跑了5公里差不多吧。它即使是没有手机，它也是有一个轨迹图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啊。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它这个路线都是非常笔直的。应该来说，它们这个精度是比较对的啊，因为我都是靠着这个路边骑行的嘛。我们看江苏银行这一块。小米的它这个 GPS 的精度还是不够高啊，同样一个路线，
从佳明的这里看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我在这边是走了一个人行道的，然后从小米这看就只能看得出来一条笔直的线。我们再找一些这样的点来看一下，佳明的会更精细一点，但小米的这个也还行，所以看你们自己的需求吧。那我们放大来看一下，小米的这个精度大概就是这样，我可以保证佳明的这个精度是非常准确的。小米的这个，我们可以看到是没有太多的细节的，只能这么说。每一块人行道，佳明的都可以比较明显的对应上，而小米的是差了点意思。小米的精度不是很够，会有一些飘。手表需要小米运动健康一直在后台运行，不运行的话，一些功能是没有办法使用的。在我这几天的使用中，不建议大家戴得很紧啊，戴得太紧了，它会起这个小痘痘。遇到这个情况，大家可以适当把表调得更松一点，或者换个金属表带之类的。我感知最明显的主要有这几个方面，我简单给大家来总结一下。第一点可以看到的是，细屏表盘在质感上提升很大，亮度很够，这点是非常不错的加分项。第二点就是手势唤醒小爱，这点很不错，有米系生态需求的可以录。第三点，临时语音通话。第四点是焦点信息的提醒。我个人认为它的卖点就这些，其中米系生态唤醒小爱我可以排在第一位。如果你要问我会推荐哪些人购买小米手表 S3，那么你看这4个条件你比较适合哪一个，或者契合度高不高？如果这4个你都不怎么满足，那么我建议你可以购买小米手环8 Pro， 那个更便宜，而且功能上的差异就这些，会更加合适一些。百变表框，目前我还无法想象会有什么高质量的第三方表框，所以暂时不下结论，期待后续的第三方市场的表现。大家感兴趣的话，我在后面也可以等生态稍微足一点的时候买一下回来，看看质量和外观如何。毕竟多端联动我目前是没有搞明白如何使用，我看好像暂时也没有其他 UP 主说了这个该如何用，所以还是会出一期他的视频，大家可以再观望一下，看看后面表现如何。不要忘记拼多多搜索88400，数码爆品直降到底，超低价。如果你有什么疑问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看到都会尽量回复的。我是云飞，请务必点赞、投币支持。那我们下一视频再见。拍摄结束。好的，搞定了。Nice。